谭太静，你不要装死啊！你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可怜你。这个景象似曾相识，难道他就是在这里死去，然后化身成魔了吗？谭太静，谭太静，醒醒！春桃，春桃！小姐，是你叫我？我叫你，快进来。哦。小姐，是你没醒还是我没醒啊？你说什么胡话？赶紧去烧洗澡水，越快越好，救人要紧。哦，快一点！哦，小姐，你方才怎么跟顾夜抱在一起了？我们不是夫妻吗？那人间的夫妻不是理所应当同床共枕的吗？人间？快看看洗澡水烫不烫？哦，好。小姐，水不烫了。春桃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好的，小姐。这些伤是被叶希雾打的吗？早知道小魔神弱成这个样子，我怎么也不会赔上4州3界的前途来跟他赌这口气。快缓过劲儿来吧，拜托拜托，你可是魔神，为了4州3界，你也不能死啊！谭台烬，你真可怜。又是你，每次当我濒死的时候，你都会出现。我一直都在。我知道，你就在我的身体里。你想要它吗？还不是时候，不要着急。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已经迫不及待了吗？是啊，20多年来，这副身躯给了你什么？只有疼痛、饥饿、寒冷、屈辱，还有受困于人。有朝一日，你可以摆脱这副肉身，将灵魂奉献给我，然后你将得到永远的安宁。无所谓，不管是这副身躯，还是什么灵魂，你若想要，随时都可以拿去，我不稀罕。谭台烬，耐心些，你要尝尽人间的苦楚，汲取无尽的怨恨。你背负着命定的诅咒，注定不得善终。当你的痛苦达到巅峰，生命走到尽头时，我会来接受你的献祭。原来500年前人间的月亮这么明亮，可惜自魔神离世，到处都是浊气。我已经好久没看到过月亮了。生为魔胎，身负邪骨。这邪骨究竟生在何处，长什么样子啊？究竟哪一根才是邪骨？没摸出哪块骨头有什么不同啊？你在做什么？你也醒了？叶希雾，你又在玩什么花样？你管我玩什么花样？你既然醒了，就赶紧起来穿衣服，别泡在水里面装死。
嗯。去哪儿啊？去湖面，还没有天亮。哎，你不能去！你给我站住！今日不许去了，以后也不用去了。为什么？你是我的人，天天跪在外面人来人往的，不是丢我的脸吗？那真是抱歉了。我累了，我要睡了，你不要跟我说话了。爹爹，你们送我过来时肯定想不到，你女儿要和魔神睡一个被窝。你站着干什么？快点做，做完我也要睡觉了。做什么？当然是你每天都要做的事情。你不记得了？不妙，千万不能让他发现了。我记得呀，我怎么可能会忘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有点口渴。春桃，我要喝茶。春桃，你快告诉我，我每天晚上和谭台烬都要做的是什么事情？打他呀！啊？自从小姐你嫁给姑爷之后，便心气不顺，所以每晚睡前都要抽姑爷一顿鞭子才肯解气。这是变态吗？啊？鞭子放哪儿了？就放在小姐你褥子底下。要抽多少下？这可说不准，看小姐你心情吧。这么长的鞭子，叶希武，你果然是个变态。李素素，你从前斩妖除邪，眼睛都不眨，抽鞭子有什么下不去手的？这一鞭，你且替500年后的魔神受着。魔神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你到底在干什么啊？如今他还不是魔神，任打任骂，逆来顺受，欺负他，折磨他，就能阻止魔神降临吗？这样只会让你心中更加难受。我累了，今日打不动了，睡觉吧。
谭太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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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谭太监！好大！糟了，冰天雪地里跪了4日，还挨了那么多鞭子，凡人之躯怎么吃得消啊？林素素啊，林素素，这回你可闯大祸了！春桃，春桃，春桃，你睡了吗？春桃。小姐，姑爷的药煮好了，还有别的吩咐吗？没有了，这次真的不会再叫你了。你好，就是。谭太监，谭太监，来，喝药。啊。小魔神已经烧迷糊了，也不知道这人间的草药管不管用。张嘴。怎么还这么烫？小时候我发热，爹爹就是这样给我敷冰帕子的。你终于醒了，我就知道这招肯定管用。行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去睡了。啊，我真是欠你的。这女人出门上香，莫不是撞了邪，被什么上身了？小姐，昨晚折腾了半宿，怎么不多歇息会儿？谭太监人呢？姑爷除了受罚，平日里会去藏书楼里抄经，今日一早便去了吧？哦，谭太监，这份救命之恩你赖不掉也躲不了，给我好好记住，有朝一日你得拿命来偿。什么时辰？快到50了。老太太、老爷、大少爷他们已经到饭厅了。二小姐好。这些都是叶惜雾朝夕相处的家人们，想留在叶府，得先过了这关才行。
这位应该就是圣国柱国大将军叶希武的爹爹，这位应该是叶家大公子叶希武的大哥，至于这几位，应该就是叶希武的姨娘们。这位尊荣华贵，应该就是叶家祖母了。祖母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春桃做什么？待会儿连春桃一起罚。糟了，叶希武，你这个惹祸精，这是又闯什么祸了？过来。糟了，不会是要挨手板吧？你这是想急死我呀！这么冷的天，你连件挡风的衣裳都不穿，就在外面跑来跑去。你们看看，这穿的都是些什么呀？我可怜的楠楠哦，你身边连个能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，到头来疼你的还得是自家人。哎，来，把这个穿上就不冷了。还好只是虚惊一场。这才像个样子。春桃，到库房再领几张皮子，给你家小姐多做几件冬衣。是。祖母，我也想要一领白狐裘。想要？喏，找你爹要去。爹，我要白狐裘。你要个屁！叶泽宇，你还好意思？身为叶家长子，不知习武练剑，像你二弟一样戍边守国、建功立业，就知道跟那些狐朋狗友去骑射玩乐。就你这副德行，圣都有几个正经姑娘家会看上你？菜都快凉了，快吃饭吧。楠楠啊，坐到你爹爹旁边去。去吧。是。慢点啊。爹。楠楠，赶紧尝一尝。爹知道你心情不好，所以特意吩咐厨房做了你爱吃的菜啊。我听下人们说了，你昨晚又是泡澡又是熬药的，折腾了一宿，肯定费了不少力气。你可要多吃点才行啊！是啊，来，多吃点。哎，多吃点肉，吃这个，千万别往心里去。这便是书上所说的人间亲情。这全都是给你做的，都是你爱吃的菜。快给他加点那个红烧肉啊！这家人对我很好，豆腐汤也鲜，跟你一样好。昨日里听安定侯府的大夫人提起，说楠楠将病长推落水的事儿，已经在京城里传开了，各处都在议论。哎，议论就议论，还怕他们不成对吗？她的名声不好。胡闹就胡闹了，楠楠都已经嫁出去了。哎，爹，去年二妹未嫁时，你可是说闹便闹，以后嫁了人想闹都闹不得了。这怎么嫁不嫁，总是二妹有理啊！闭嘴，吃你的饭。叶希雾啊，叶希雾，我算是知道你怎么会是这副德行。我这几日想过了，推大姐落水的事儿终究是我的不对，我今日想去向她赔个罪。母亲啊，楠楠现在长大了，这也太懂事了。我们也算懂事吗？心地善良，又有担当，不愧是我叶家的子孙。真是快把叶希雾宠上天了。不过赔礼道歉，我看就不必了。万一冰长病气还未去，被染上，那就不好了。没关系，祖母。祖母说的对。二妹若是来向我赔罪，倒是看清了我们姐妹的情分了。大姐，二妹快请坐。祖母，是我不好，这几日带着病气，未能向祖母和父亲请安。今日施粥归来洗沐一番，没想到却来得晚了，搅扰了大家吃饭，真是该罚。楠楠，听见了没？你姐姐都说了，不用去赔罪了。冰长，坐到泽宇那边去吧。谢祖母。
怪不得大师兄，不，萧岭和谭台烬都喜欢她。这样一个美人，脾气温柔，心眼儿也好，谁会不喜欢呢？谭台烬人呢？怎么没来吃饭？哎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主子了？你总不能天天只吃饭，不干活吧？就是啊，不能不干活呀。怎么？哼，哎，你看啊，我们哥几个辛苦了一下午，那还有一大堆主子们用过的碗筷没刷呢。我看您成日里清闲无事，劳您大驾，去把那些碗筷洗刷干净，再吃饭。怎么样？就是啊，对呀，劳您大驾了啊，姑爷。姑爷请吧。哎，去吧，那就辛苦姑爷了。来，兄弟们，吃饭！哎，来，吃饭啊！来，我给我，来，给你，好，给我，来，给你，所以谭台烬自从入府，从未和我们一起用过饭，都是在厨房和下人一起。是啊，小姐那么烦他，哪还有胃口吃得进饭啊？不过我听说姑爷平日里也不大能吃饱，下人们都是看人眼色行事的。小姐你平日里怎么做，他们就跟着怎么做。这个魔头，饿他几顿也是活该。可整日里躲得远远的，我怎么盯得住他？厨房在哪儿？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有些人呐，啊，他就是主子的身份，奴才的本分啊。就是啊，那叫啥来着？贵人见命啊！贵人见命，过得其实啊，还不如咱哥几个呢，是吧？就是啊，咱哥几个，哎，吃饭，这个香，哎，真不错。哎，你们说，就他这种人啊，活着有什么意思呀？要我说啊，不如早点死了算了。叶惜雾平日里就是这样纵容下人们刁难谭台烬的。对啊，死了算了，不如死了。去吧。是。哪来的苍蝇啊？大冬天的，这哪来的苍蝇啊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哎，喝水啊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只吃个苍蝇，我不吃了，你们吃。哎，你们吃啊！咱们接着吃，你坐这边。完活了，真晦气。哎，走。哎，二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那个谭台烬，谭台烬做错了什么，让你们催他去死啊？小姐，我方才让姑爷去刷碗来着，那桶里都是哥几个昨天晚上特地从湖里砸出的冰疙瘩。嘿嘿，哦对了，还顺手啊，泼了姑爷一身水。昨晚没冻死他，但是今天让他多洗会儿，保管他连手指头都能冻掉。嘿嘿，而且今天也没给他吃饭，只留了一桶泔水。你们平日里就是这么欺负人的吗？人本无贵贱之分，可有人甘愿自轻自贱，一辈子当个奴才，还非要踩在别人头上找那一点乐子。看到别人过得困苦，就这么让你快活吗？小姐，您别当真啊，这不哥几个想替二小姐出气，对您我们肯定是绝无二心的呀。今日你敢对谭台烬这么说，不过是其他无人凭依。
哪日叶家败落，你们是不是也敢对祖母爹爹对我这么说话？小的不敢，二小姐教训的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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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别吃这个。二小姐，人不吃饭是会死的。这些东西不干净，那些家丁都不知道往里面加了什么，你吃完会生病的。比这个更脏的我都吃过。他们方才那样说你，你连句反驳都不会吗？你一个君王之子任奴仆欺辱，你一点羞耻之心都没有吗？羞耻之心，那种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比起羞耻之心，还是这碗饭来的更重要。叶希沃，你给我走！没有这口饭，我可能会死；但若有了羞耻之心，我根本就活不到今日。少废话，跟我走！把这碗饭吃了，然后该干嘛干嘛去，不要整日病恹恹、瘦骨伶仃的，一个不小心就病死了。二小姐这套伎俩已经用过一次了，我若是再上当，便是活该。二小姐，恕不奉陪。坐下。什么伎俩？你把话说明白。二小姐方才问我有没有羞耻之心，这种东西，二小姐你自己怕是也没有吧？好啊，既然你让我说，那我就再说一次。好，你说。半年前，七夕宫宴，你姐姐和萧凛在宫中相会，携手游园。而你呢，你却一心想要拆散他们二人，独占萧凛。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副名为节春蚕的迷药，准备下给冰长小姐与武殿下萧良，想叫他们二人生米煮成熟饭。可不曾想，萧良那日将我拦下。今日宫中宴饮，就连宫女和太监都能开荤，你该不会还饿着肚子吧？啊，也罢，谁让我这个人向来菩萨心肠，这点心就赠予你吧。多谢武殿下。哎呀，真是不巧哈！不知你最近听说没有？近来景盛屡有骄兵，若父王经谁提醒，想起你来，把你杀头祭旗，也不是没有可能吧？哎呦，忘了，你喜欢吃碎一点的啊。够碎吗？够了。可我刚吃下不久，就感觉头晕目眩。这时你突然出现，抱住了我。武
武殿下的劫春残不慎被我误食，好巧不巧，叶冰长的那份阴差阳错被你吃掉了。宫中见证之人众多，叶将军只得请旨，为你我赐婚。兹尔柱国大将军嫡女叶氏，景国三王子澹台烬佳偶天作，下旨赐婚，以成其美。后来，你将此事原委告知于我，从此你就以戏弄、折磨我为乐，愈发的扭曲、恶毒。叶修啊，叶修啊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所以这一次，二小姐又在这饭食当中放了什么呀？我什么也没放。是吗？二小姐劳神费力，只为了让我吃上一口饱饭，不行吗？澹台烬，我告诉你，你想把自己饿死，门儿都没有。给我好好看着。你这回满意了吧？以后一日三餐你都来这里吃，春堂会给你送饭，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，不许再给我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脏东西。好像真的只是一碗饭。这女人究竟是怎么了？这应该是自打你进叶府以来吃到的第一顿饱饭吧？发现没有，这几日那个女人也太正常了，是不是脑子坏了？也许她想用其他办法折磨我吧，毕竟我人在这边。若是质子死了，叶家也无法脱责。也对，这女人反复无常，这儿确实不能久留。不过离开了这儿，你还能去哪儿呢？啊，对了，我遇上了几只景国过来的乌鸦。景国？真巧，那儿也是我的出生之地。你去过景国王宫吗？那可是天底下最恶心的地方。他们说，他们看见了有巫医在焚烟做法，闻到了病人腐朽的味道，还有焦躁的大臣在朝堂上踱步。大概是景王吧。那个理应被我称作为父亲的人，命不久矣了。可我连叶府都出不去，那些东西也与我无关了。二小姐，你这几日总是跟着我，可是有什么话要说？你猜对了，我这几日闲着无聊，就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。
你说吧。啊哈，今天天气不错嘛。哎呀，好凉啊！谭太介，谭太介，你平日里到处受欺负，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不想。怎么可能？人受了侮辱，心中必然会生气、生恨。你就没有想过要做点什么？比如杀了我？你想让我杀了你？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就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我是怎么想的不重要。你们羞辱我，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，只是因为你们想而已。我改变不了你们。至于我心中是否有恨、有怨，这都没有意义。我只是景国来的质子，活着已经够累了，没有精力再去想其他。这里是500年前，小魔神的确没做什么坏事，或者说他还没来得及做坏事，反倒是别人总对他做坏事。也许他会成为魔神，真的只是一连串的悲剧。只要有一个人肯拉他一把，在乎他，关心他，他又何至于堕入魔道呢？谭太介，虽然累了点，但你得好好活着。你要是无聊的话，可以找我呀。人要是憋得久了，很容易憋成变态的。像你一样吗？你方才笑那一下就挺好看的。这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，总会有人喜欢你，愿意和你搭话的。没有人会喜欢我，我也不需要被喜欢。小姐，小姐，你看，我把京中的成衣店都逛了一遍，买了几件厚冬衣回来，你给姑爷挑挑。这件也太薄了，这件厚，颜色也好看。这也太大了吧，他根本穿不了。我哪里知道姑爷的尺寸？你替我去找把剪子和针线过来。哦。小姐，有句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。那你就别问。你现在为什么对姑爷这么好啊？因为我害怕呀。怕什么？我怕你的姑爷万一哪一天被冻死了，拉上咱们陪葬。我害怕他每日被羞辱虐待，有朝一日把他逼急了，不想再做受气包了，变成穿黑袍子的大老虎啊，把咱们都吃了。大老虎为什么会穿黑袍子？
这是给我的衣裳。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，还有钱买起新衣裳了。哼！站住！哟，谭台剑，怎么了？我的衣裳被你割破了。啊？破了？这才叫破嘛！怎么还气上了？哦，是不是我二妹这几日没打你，把你脾气给养起来了？还敢瞪我？我们叶家给你锦衣玉食的日子太安生了，让你学会跟主子耍横呢。信不信我现在就打你？为什么要打人？不是你拉我干嘛呀？我刚还帮你把那个小白脸的衣裳给刺破了，你看他那得瑟样。叶泽宇，掏钱！爹爹没教过你，划破别人衣裳要再赔一件吗？不是，秀你吃错药了。你给不给？不给我就去告诉爹爹。我给你，见色忘义！呸！你别跟那小子一般见识，这口子开得太大了，不好修补了。你这衣服没法再穿了，再买一件吧。这是你送给我的，就是我的东西。好，你留着，我让春桃再给你买件新的就是。小姐，宫里来旨，让姑爷入宫面圣。小魔神跟宫里还有来往，不行，我得跟去看看，别藏着什么猫腻。我陪你。夜晚真是最好的时刻，我闻到了，就在那里，就是它，从未有过的香甜，一定能种出这世间最美的胭脂花。居然有逍遥宗的人在这里，要小心了。那是什么？太上之令，摄魂术影，旋帆复位，天地肃清，收！哎，雷殿下，这不就抓到了吗？不好，这黑雾是障眼法。是声东击西，那是唐太进的房间。这样便认不出来了。得想个办法把这纸条塞给萧凌。英雄，且让他去惩了，我不能再引起叶惜雾的怀疑了。就是我一直要找的人，你一定可以为我种出最美的胭脂花。
人开弓，子义玄雷，立！不自量力！唐太进，你抓紧我！叶虚卧，你傻了吗？跑来找死！我不能让你死！好一对痴情眷侣，那就一起吧。二小姐。完了完了，叶将军最宝贝这个女儿了，他一定会把我脑袋给拧下来。刘殿下，二小姐可千万不能出事啊！二小姐被妖怪卷走了呀！叶冰城在南郊半枕山，我要去救他。这鬼画符不会是什么陷阱吧？如今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。叫上乾隆卫，咱们走。好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苏苏，那魔神来的如洪水猛兽，要留下来守好山门。掌门那边由我来帮忙。什么？师兄怎么会在这里？而且我……你听我说，衡阳宗同得有人继承衣钵。衡阳宗？可是现在明明已经是……苏苏，快醒醒！已经是……谭太监已经被孟瑶杀死，魔神觉醒，你就要失败。苏苏，快醒醒！谭太监被孟瑶杀了。苏苏，快醒醒！谭太监被孟瑶杀了。爹爹，师妹，快醒醒！师妹，魔人谭太监，孟瑶，师妹，快醒醒啊！师妹，快醒醒！师妹。这是哪里啊？妖怪老巢？刚才的梦又是怎么回事？谭太进，太好了，你没死！你愣着干什么？快帮我下来啊！胭脂花，原来如此。胭脂花是什么？我在书中读到过，梦妖把人带回巢穴，以人心中可怕或者丑恶的记忆为种子，生出藤蔓，将它们绑缚住。再让他们不断陷入噩梦，结出胭脂花供他吸食。就像豢养家畜一般。叶希雾，你读书？你看到我姐姐了吗？她应该也在这儿。在那边。走吧。在这儿。迎新，他怎么也在这儿？你怎么认识他？我之前进宫见到过他。你在查我？我没有啊，我就是刚好路过一个偏僻的冷宫，还见到了一个疯婆子。
我查你怎么了？谁让你成天鬼鬼祟祟的？你看到那妖孽了吗？夜色未尽，应该继续去捕猎了。这厮抓了这么多人，还有自己的结界，是个道行颇深的大妖，难怪庞一之他们抓不住他。睡梦越深，藤蔓会缠得越紧。澹台剑，你怎么没被绑住啊？因为我从来不做梦。先救人。小心！这里是夷月族，可刚刚还在树林。这不是现实。澹台烬，迎新向公主请安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来告诉我。可我是夷月族的公主，为了夷月族，我不得不去。走吧。公主，妍希和兰只为公主而生。公主去哪里，我们就陪您去哪里。原来这里是妍希的梦境。那这夷月族的公主归顺家安，就是澹台烬的母亲。感软，柔婉淑德，听册封柔妃，行凤迎，合景之礼，举国同庆。公主陛下良缘永庇，千秋万代。